偷吃一口。那红喜菇去尾巴，把它剥成丝状。雪白菇也是一样。那其实你可以加上任何你喜欢的都 OK。比如说你喜欢吃金针菇，又或者是杏鲍菇，或者是其他的菇类都 OK。所以我用各半颗的菇来搭配，剥成丝状备用。紧接着切几朵新鲜的香菇，看你喜欢对切，或者是把它切成1/4，就依照你个人的口感去做调整就 OK 了。我会另外再加上一点的萝卜丁，因为菇类或者是鲑鱼最终怎么样？它蒸熟之后的口感是比较偏软的，所以我加上了萝卜丁，我的口感层次会比较丰富一点点。最后准备1碗毛豆仁，让整体的颜色看起来比较漂亮。鲑鱼炊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鲑鱼啦。我将整片的轮切鲑鱼中间这一块独立把它给去下来。那去下来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刺很多嘛，它也不适合拿来炊，所以把这一块留下来，未来拿来煮味噌汤。至于旁边的地方会有一些刺，那这个部分呢，可以等一下煎完之后，再用手把它挑下来就 OK 了。做鲑鱼炊饭的时候，其实这个鲑鱼煎或不煎都 OK， 只是我觉得煎过的鲑鱼啊，味道会比较香，而且把那个鱼油煎出来之后，我还可以干嘛？把它跟我的菇类先做拌炒，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它会更香啊。鲑鱼不需要煎熟，只要两面有呈现金黄色的状态就好了。好，呈现金黄了，鱼油也出来之后呢，我就会先将我们的鲑鱼给捞出来，然后把菇类倒进去开始拌炒，让菇类能够完全的吸附所有的鲑鱼油，这样会更香啊。那也是一样，不需要特别把它炒到熟，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它能够吸附鲑鱼的油脂直到菇类所有的菇把油脂都吸进去之后就 OK 了。鲑鱼煎好了，接着我就要来把鱼刺给剔干净，毕竟这是炊饭，也就是鱼会跟饭和在一起。那小朋友在吃的时候很有可能怎么样？狼吞虎咽啊，就会不小心咬到鱼刺，那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可能就要送急诊嘛。所以这一个步骤就很重要，务必要把里面的鱼刺给怎么样挑干净。接着就要来组合啦。那首先我加入1匙的味淋，1匙的米酒。如果你不敢喝酒的，你就加清水，以及1匙的酱油。那我不喜欢这么咸，我可能就不会倒1匙，我可能就是比一半多一点点。高汤的部分呢，我这里是用柴鱼高汤包去泡的，直接加进去。我是2杯米，所以我需要将水加到我需要的那个位置，就是第2格。紧接着放入我的红萝卜，我的毛豆仁，我的菇菇，我的鲑鱼，它已经碎掉了，我就直接把它给赶进去，放入电子锅，然后呢按下煮饭就 OK 了。OK， 饭煮好了。
来把它给拌一拌，看看它的味道够不够哦。哇，太香了！